但我清楚的记得，出事之后，是黄池主动提出要签个欠条，说尽快把钱凑齐还给飞哥。他都说尽快了，那怎么可能在欠条上写上3日之内还款？这对不上啊！当然了，我当时确实也没看清楚那欠条上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。你还知道什么？还有就是，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件事儿，让我那天晚上喝多了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幻觉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那修理车间那儿停的那辆白色法拉利了吗？当时黄石开的出事那辆车，就停在那白色法拉利那位置。我就住在那2楼。那天晚上我起来喝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楼下好像有人，然后我就趴在那个玻璃那儿往下看。我发现有一个戴着黑白花头巾的一男的，拿着一修理箱，不知道在车那儿捣鼓什么。我赶紧就下去看他，我下去把灯一开，发现人没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，是不是幻觉？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？他们说硬盘坏了，那几天内容都没录上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也查了周慧芳的股票账户记录，曾经确实有大笔的资金买入，最高时股票价值214万，但后来好几只股票都持续走低，价值严重缩水。现在这些股票价值多少？根据昨天收盘的情况，现在股票价值是642529块3毛5，这还是这几天又涨了。差太多了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情况，跟贾小飞也说了，他问我有没有证据，我哪来的证据啊？然后他突然问我说，知不知道公司是有分红的？我说不知道。这他就给了我20万，然后又给我放了15天年假。那这20万还真的是封口费啊！你放心吧，这20万我一分没动，随时可以还回去。干得好！接下来呢，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，你尽快帮我先找到贾小飞。我给他打过电话，那一直都打不通。后来我又问了我们公司的公关经理，说他出国度假去。这么巧的吗？黄老师，吃点东西吧。您不能总不吃东西，身体受不了的。黄池的事儿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是黄老师。黄老师，又来打扰您了。是我。你拆迁公司的吧？坐吧。我这次来呢，不是跟你说拆迁的事儿。啊，穆律师，
你跟黄老师说说。好，黄老师你好，我是启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穆子峰，是李总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。黄池酒后砸毁了的无非赛车俱乐部，李总是产权所有人。你们来，首先，黄池撞毁了俱乐部的赛车，已经产生了350万元的债务。其次，黄池对俱乐部的破坏行为，又造成了32万5800元的直接经济损失。这两项加起来，赔偿的金额可不小。你们来找我是什么意思？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，向黄池索赔。他现在还在拘留所啊。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难堪，想来跟您好好商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。毕竟黄池对他人的财物损坏金额已经超过了5000元，达到了立案标准。鉴于实际损失较大，如果我们追究他的刑事责任，那他将面临3到7年的刑期。谁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？你们是想逼死人吗？我只是说明情况，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，谁都不能左右。我还有20多万的存款，现在就给你们取，你们都拿走，能不能别去法院起诉黄池啊？恐怕不能，小400万啊，加上利息，你哭穷，那我们就要自认倒霉啊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咱们得讲法吧。我们这次来跟您商量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这毕竟事关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，我们不能太草率。至于您说没钱，那这么大房子，不是钱吗？你们是想让我卖房？我可没这么说，黄老师。因为您说您没钱，所以呢，我帮您出个主意。李总，方便门外聊2句？啊？黄老师，按照法律的规定，您这套房子是有可能被执行的。如果被法拍，价格会很低。我当事人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办法。您这套房子，我们估算过大概值600万左右。如果您还清了所有债务，手上还能留100多万。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想要这个房子是吧？之前博物馆开幕，先是把唐三彩摔在我面前，紧接着就有人上门要债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背后操作的吧？别你们的，黄池欠的是我的钱，严格的说，是我们几个股东的，是五飞赛车俱乐部的钱，跟启伦集团没关系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信不信能怎么样呢？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你老会在这儿啊？啊，没你的事儿，就别趟这锅浑水，要么走，要么帮黄池把钱还上。穆律师，可以走了。今
天我可没敲鼓啊，就在这儿摘菜呢。这不挺好吗？楚法官，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呀？别着急嘛，我今天来，我就是想跟您商量这个事儿。只要能还钱，怎么商量都行。我们调查了周慧芳的账户，里面的股票呢都还在。现在价格呢虽然比买入的时候低，但是最近涨势不错。我就想跟您商量一下，能不能等股票再涨一涨，咱们再把它卖了，把钱还给你们。这样呢也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双方的损失。您要是同意的话呀，我还想让您给其他人做做工作。那我们要等多久啊？当时你们22个人一共拿出187万，现在股票账户里市值只有60多万，怎么也得等到涨到差不多才行吧？您说呢？那可不行，股票这玩意儿，它今天涨了，明天跌了，它没准儿啊。我根本就不信这个。周慧芳她赚钱了，我不眼红；她赔钱了，也和我没关系。借的就是借的，她借多少，她就得还多少。您说呢？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事儿啊，没得商量。怎么办，楚厅长？不是还有21个人吗？一个一个走访啊，那得谈到什么时候啊？该走访就得走访，这个事儿急不得。人多了，我怕他说话不方便，你们就别进去了。周子睿，你好。楚厅长，你又来了。我们了解到你和牛峰的关系很好，所以今天来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牛峰的情况，可以吗？那也算找对人了。来，请坐。这工作难做喽。哪次不难啊？哎，你说，万一股票有一天真涨了，甚至超过187万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你不用想那么多，他们可没那么多耐心，能等到那一天。也是。10几年前吧，我跟朋友去广州那边低价进手机，我借了一大笔钱，可是刚到那边把钱给人家，结果现场就被警察给抓了，说是走私货。后来我回来没多久就被债主给告了，是牛叔办的案子。牛叔跟那帮债主做了很多工作，才让我能延期还款。他还给我介绍了送货的活，就这样，我慢慢的撑到现在，才开了这么个店。楚厅长，牛叔帮了我很多忙，他可是个大好人呀。周慧芳炒股的事儿，你了解多少？周婶儿，周婶儿那当年在我们小区可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。哎，光靠着炒股，咔咔的赚钱，很多人都求着他帮着炒呢。他们就把钱直接给他了吗？没有什么凭证吗？那有什么凭证啊？周婶本来就不乐意，是他们硬把钱塞给周婶的，说有钱大家一起挣。可是后来赔了，他们就找周慧芳要钱了，是吗？那可不是嘛。股票大跌以后，这帮人就不干了，去找周婶儿闹啊闹啊。周婶儿后来怕了，又不敢让牛叔知道，哎，就给每个人补了个欠条，希望股票涨了以后挣了钱再还给大家。可是谁成想啊，没过多久，周婶儿也就走了。可是这帮人就更疯了，
直接联合起来把牛叔就告到法院。朱厅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法院凭什么判牛叔卖房子还钱？这太不公平了。你说的这些情况，除了你以外，还有其他的证人吗？有啊。哎，张天翼，你为什么那么怕田家呀？啊？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怕田家？我怕他吗？不怕吗？我那是尊重他。行，按你说的，那你为什么尊重他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我们俩中学就是同学，我吧就是学习好点，跑也跑不过他，跳也跳不过他，关键我还打不过他，所以尊重他让我快乐。楚厅长，又吵起来了。你们是没完了是吗？法官还在这儿呢，你们还敢闹？啊！我们就是要法官听听群众的呼声，要让我们不闹，可以把钱还了，我就再也不来了。法官，赶紧执行吧！我在等着钱给我儿子娶媳妇呢，要是耽误了孙子，他刘峰赔得起吗？再不还钱，我的房贷可就供不起了，到时候我就搬到牛峰家去住。张婶儿，您不是说不敲锣打鼓了吗？我没敲啊，我拦不住大家伙来敲啊，他们要表达他们的愤怒啊，是吧？我再说一遍，法院有法院的程序，你们不能用这种过激的行为来给法院施压。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们天天闹就不依法执行。总之一句话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都要尊重判决，要守法。这样啊，下周一上午9点半，你们双方都来法院协商一下，争取尽快解决问题。但前提是，不许再闹了。奶奶，回家。我小的时候，你太爷爷就跟我说过，皇室的手艺是传男不传女。我是偷偷的学了近10年，你外太公才松了口。我要不学，皇室的木雕早就失传了。我知道，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瞧不上这东西。奶奶，以后我跟您学木雕吧。那赛车呢？你以后不开赛车了，一心一意的跟我学木雕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坐那儿。跟奶奶不必说谎话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没事儿。
那听戏的人都少了，哼，何况我这木雕呢？奶奶想得开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赛车？是。你要是真喜欢，那就好好学，别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放弃了。那样，奶奶可就看不起你了。我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，儿孙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。孙子出了事儿，我这当奶奶的也得分担。那350万，奶奶帮你还。奶奶，你哪有那么多钱啊？这不还有这房子吗？你要卖房子？手艺都断了，还留房子有什么意思呢？不是，奶奶，这房子您不能卖，我爸妈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房子是我的，我想卖就卖，他们凭什么打你啊？这事儿，咱先不告诉他们。可是，房子卖了，咱们住哪儿呢？我都打听好了，房子卖以后啊，还上你那350万，还能留下不少钱。咱就买个小点的房子住，或者租房都行，住不发愁。我还得留出钱来，好好支持我孙子学赛车呢。穆律师，今天请你来呢，是因为黄池欠款案的被执行人黄池提出了执行异议。你呢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，按照规定啊，我要跟你沟通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能暂缓执行。350万的赔偿款呢，黄池是认账的，他也表示愿意赔偿，只是在时间上。他想跟申请人呢商量出一个新的偿还的方案。考虑到黄池呢名下也并没有什么资产，如果申请人坚持执行，很有可能的结果呢就是执行不能。你说完了吗？啊，我说完了。我今天来呢也是有个事要向您通报。啊，你说。昨天，我的当事人已经和被执行人达成和解。我的当事人要求撤销执行。厅长，穆子峰，你怎么来了？麒麟法官召见我呀，约我来商谈黄池欠款案。我是申请人的代理律师。说来也巧。昨天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已经达成了和解，这个案子算是画上句号了。你可真是福星啊，总给我们带来好消息，谢谢你。纯属巧合。真是没想到，你离开天成律师事务所发展的这么好，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启丰律师事务所，我是合伙人。自己创业了？嗯。是金子，在哪儿都会发光的，恭喜你。楚源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共进晚餐。还是不方便？你现在是黄池欠款案申请人的代理律师，我们又成关系人了。还是下次吧。再见。楚源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我跟崔彩妍已经正式分手了。
楚厅长，他就是证人。你是刘楠？对。请坐。申请人王凌云是你的妻子，对吗？对。刘楠，咱们可不能忘了牛叔当初是怎么帮着咱俩的。当时去广州进货，咱们亏了好几万。牛叔不但去找债主做工作，让咱们2个延期还款，还帮你去找店面开服装店。做人咱不能忘本，你给周婶的那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跟法官说实话。赵子睿，别着急。刘楠，你别有负担。作为间接证人，如果你知道什么，你有义务向法官说明情况。我们家的钱确实是给周阿姨拿去炒股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。刘楠，你说什么呢？法官问我点事儿，我跟他们说明情况。做了什么呀？你就乱说。走。哎，你闭嘴！走，回家。王凌云，你干什么呀？当初牛叔是怎么帮着刘楠的？做人不能忘恩负义。牛叔帮的是你赵子睿，你对牛叔那么好，怎么不把你的钱拿去给赵阿姨炒股？站着说话不嫌腰疼。媳妇儿，你别乱说话，咱们回家。你放开，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不允许你跟赵子睿来往。还有，尊敬的各位法官，我是申请人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，不用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我们是走访了解情况，什么叫搞小动作啊？谁搞的小动作谁知道。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张天翼，楚厅长，我发誓，他们就是想挣钱，把钱给了周婶，让她帮着炒股的。别着急。赵子睿，根据今天的情况，我觉得刘楠是可以争取的。能不能麻烦你私下去找他谈谈？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他不应该这样对牛峰。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，是怎么和解的？我把房子卖给他们老板。你把房子卖给他们，然后他们用自己的钱再赔给自己。他们出的价比市价高了一些，赔完的钱剩下的还能转给我。齐法官，我们平头老百姓斗不过他们。小池砸坏了人家的东西，他们一个律师说，这事儿就可以判他3到7年的徒刑。我要不赔，小池这辈子不就毁了吗？这块地是昌盛村的宅基地，他们怎么有权利收购？还是说他们的老板是昌盛村本地人？这房子是村委会代理收回的。这个俱乐部的老板正好是我们昌盛村拆迁公司的经理。这么巧，他叫什么？李博。当时拆迁公司要拆你的房子，你同意吗？这是我祖上留下的财产，我当然不同意。
而且就我们家这个地点，我已经打听了，正好是拆迁这个地方边上，可以不拆的。然后黄池赛车就出事儿了，你不是觉得奇怪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我明白，他们是按市价收了我的房子，他们能挣钱，肯定能挣钱。但是我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小池要不是一心想参加他们的比赛，谁能陷害得了他呢？该还的还了，该赔的也都赔了。这2天我们就收拾东西搬走了。齐法官，谢谢你还关心我们小老百姓。这事儿就这样。楚厅长，我给赵子睿打过电话了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与刘楠谈得挺好，刘楠承认他们家的75000块钱是请周慧芳代为炒股的，后来突然就听他媳妇儿王丽云说，那75000块钱是借给周慧芳的，而且还拿回了一张欠条。刘楠问王丽云怎么回事，王丽云说跟他没关系，让他别多事儿。那刘楠现在愿意出来作证吗？我问过赵子睿，他说问题不大。刘楠虽然怕老婆，但他心里还是很感激牛峰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约双方见面，第一条要求就是实事求是。你们22个人拿出了187万，到底是借款，还是给周慧芳要求她代为炒股？这是问题的关键。就是借给他的，炒股的事儿和我们没关系。有理不在声高，你有话好好说。真是借款吗？当然是借款呀，本来就是借款呀，当然是借的呀，本来就是借的呀。好好说，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啊。刘楠，你的75000块是你给周慧芳要求她代为炒股的，对不对？后来炒股赔了，有人要求你统一口径，所以你才找了周慧芳签下了欠条，是不是这样？刘楠，你说话呀！刘楠，我不知道你昨天在小卖部都说了什么，但是你想清楚，你要是敢胡说八道，这个家你还要不要？那75000块钱是我借给周慧芳的。刘楠做人不能没良心，你虎口白牙说瞎话呀你！长什么人啊你？想逼我们家刘楠做假口供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！我们家我说了算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刘楠，你要是个爷们儿，你就说实话。钱是我借给周慧芳的。刘楠，副厅长，刘楠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那牛峰借款案
你们打算还要拖多久才能执行？为什么不执行？是不是因为老牛以前是法官，你们就偏袒他呀？他们就是故意的。对，百姓故意。老牛，你也别装作听不见，这事和你没关系吗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，老牛。周姐走了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。问题是，你不能利用我们的同情心耍赖吧？这都是我们的养老钱。别激动，好吧？有什么话慢慢说。今天请大家来呢，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。请大家放心，搞清楚事实，我们该怎么执行，就怎么执行。今天表现挺好啊，把嘴巴闭紧了。要是敢胡说八道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们说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啊？唯利是图到极点，真是要钱不要脸了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刚刚那个律师很淡定，一切好像他都事先预料的好。从那些人的说话来看，也像是提前对好了说辞。这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来的。露露，光生气没有用，咱们得找证据。证据还需要找吗？那些欠条肯定是假的呀。你说是假的没用啊，那些欠条都是手写的，一张一张去证伪，太难了。关键是当事人已经亡故，现在牛老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突破口还是在刘楠，可刘楠现在就是不肯说实话啊。他为什么不肯说实话？他为什么突然改正言？什么原因？谁给他的压力？齐法官是吗？你好。您好，李总已经在等您了，请跟我来。这是我们跟黄池达成的和解协议，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还款流程走，就不用麻烦执行局了。这2天我就去执行局办理相关手续。误会了，我呢就是有很多的疑问，想要到你们这儿来找找答案。我今天啊，代表的身份不是法官，我代表的是方强的表哥。方强？哦，我们俱乐部的方总监，您是他表哥？对。那方强和黄池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表弟方强呢，之前通过董明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10%的股份，后来呢，这些股份呢转移到了启伦集团。这个案子是我代理的。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那块地市值翻了多少倍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你今天来是为了替你表弟要那10%股份的溢价是吧？误会了，就是这块地呢要拆迁了，
马上要升职了，是事实吧？是事实。不过还有一个事实，我想告诉一下齐法官：启伦集团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，多支付了董明拖欠的132万7千的工资款。这不仅仅是帮助了工人，当时也解决了执行局的燃眉之急。你们还一再表示感谢。我记得。眼下呢，黄池欠款。现在黄春香呢，把祖宅给卖了。买房的人是李总吧？我买房子也是为了帮助黄池，这么急于出手，短期内找不到买家的。但是你很清楚，黄春香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之内，短期之内是会升值的。这件事情我解释一下，李总购买这个房子，其实也是做了一件善事。这辆车本身就值350万，好，就算是新买一辆车，改装、调教、车辆报审都是需要时间的，这耽误一天，就有很大的损失。黄池虽然只是撞毁了一辆车，可是他打乱了赛车俱乐部今年所有的比赛计划，这个损失远远不止350万。更何况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李总一个人，他也要对所有的股东负责。至于你说到的那块地拆迁时会升值，那也是我们为了挽回损失的一种手段而已。我懂。我刚才说的永康健身器材厂，包括黄池欠款案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李总你。我怎么了？除了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之外呢，李总你还有2个身份：追光拆迁公司的老总，还有启伦集团的副总裁。无论是永康健身器材厂，还是黄春香家的房子，都有可能会是你们的拆迁对象。我想知道啊，我们涉及到的2个执行的案件，最终是否和拆迁有关？另外呢，我还更想知道，我表弟方强怎么就跟这2个案子都有关了呢？巧合，纯粹巧合。齐法官，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收购人是启伦集团，跟李总无关。黄春香的老宅是李总个人购买，纯粹个人行为，这在法律上都是清清楚楚。我不是说案子，我说的是我表弟的事儿。为什么我表弟会跟这2个案子都有关系呢？如果你们知道更多我不知道的内幕，麻烦你们第一时间告诉我。真的是纯粹巧合。好，感谢2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招待我。还有啊，我想问一下李总，你知道贾小飞在哪儿？贾小飞？怎么了？我也有些问题想要问他。我不知道他在哪。这麒麟整条逻辑链推导得非常清晰，他如果拿到证据的话，你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当时拉方强入伙是谁的主意？贾小飞。我知道的时候，方强已经在赛车俱乐部工作了。当初你说拉方强入伙，他表哥麒麟就很有可能有利用价值。现在看到了，整件事情都有可能会在他的手上。他们手上没有证据，一切都是猜想。如果今天刑侦的人来了，还会跟你这么聊天吗？你还能坐在这儿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
我告诉你，麒麟现在找不到证据，所以他今天来，是来试探你们，看你们的反应。你跟穆子峰越正常，他就越怀疑你们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找到任何证据。凡是走过的，一定会留下痕迹。现在明白当初我为什么让董明离开青港了吧？这个案子不结，在青港就永远见不到贾小飞。